三星 Galaxy Z Fold 7确实很吸引眼球，很久没有看到三星 iPhone 这些国际品牌能在硬件上碾压国内的机型了。不过手玩的视频都只是在跟三星的直板机比厚度、比重量，我们关心的是跟最新发布的 vivo 和荣耀折叠屏比一比会如何呢？7月11号的晚上，我们终于在新西兰的门店看到了 Z Fold 7啊！一上手我们确实惊到了，真的很轻。虽然215克听上去比其他两款的217克只轻了2克，但是从手感而言，三星轻了不是一点点啊。当然，这里面有国产手机不同颜色、不同重量的锅，像 vivo X Fold 5啊，绿色实际重量是226克，即便是荣耀 Magic V5，曙光金的实际重量是222克，厚度呢也是如此。三星是8.9毫米，荣耀保持着目前最薄的厚度记录，只有8.8毫米。但曙光机其实是9毫米，所以跟三星放在一起的时候，依然会发现荣耀比三星更厚啊！我真的很惊讶，我们的手居然能摸得出来这0.1毫米差异。而荣耀的 Deco 更是明显的超出了三星的摄像模组高度，一瞬间让三星都眉清目秀了起来。荣耀的厚度是9.2毫米，所以厚度在跟三星和荣耀的对比中处于下风。但是 vivo 的 Deco 厚度控制的其实不错啊，基本和三星持平。实际手感上，三星是非常棱角分明的标准的长方形啊，侧面的铰链的宽度控制，我认为是目前最好的。vivo 是另外一个极端，比较圆润啊，没有任何够手的设计，玻璃后盖拍出来是我认为比较好看的。荣耀手感则是2指的折中，有点硬朗，但是没有三星那么棱角分明。手关键的配色和金属质感很强，还是比较有高级感的。不过左右不对称的转角设计还是受到了一些批评。我们来关注一下三星的影像水平，这次它的主摄达到了2亿像素，听起来是非常唬人的，但是跟荣耀或者 vivo 放在一起，还是会觉得似乎有点黯然失色。原因可能来自屏幕和相机的调教风格。虽然我们肯定三星的屏幕不会差哈，但和国产手机一对比，那就是灰蒙蒙的。亮度和对比度都处于下风，这个情况在相机打开的时候更加明显了。我只能说三星比较写实，在默认的拍照功能里面，它做的优化非常克制，当然人像功能也非常克制。如果你更喜欢相机的风格，那么三星的折叠屏还是很适合的。很多人对于三星的长焦有执念，但其实那已经是过去式了。从 S24 开始，三星就不再那么执着于长焦的硬件性能了，演唱会神器的名号早已易主。Z Fold 7虽然后面摄像头有凸起很多啊，但长焦只有1000万像素，所以解析力简直被国产折叠屏无情碾压，不用心存幻想。长焦微距方面，三星反而找回了一点经验，在宽容度上面肉眼可见的超过了荣耀，其实并不奇怪哈。荣耀的长焦传感器比较老旧，宽容度还是短板。但如果跟 vivo 一比啊，那就还是 vivo 更好了。因为我们是逛街的时候偶然发现了 Z Fold 7上架，所以整个体验只有10分钟的时间，柜员们已经着急在收拾手机要下班了，我们没能够仔细体验。不过我们已经能够对 Z Fold 7有一个大致的印象，工业设计还是很优秀的，轻薄确实有优势。不过在影像上配置不够均衡，长焦是个重大短板。另外 Z Fold 7的4400毫安时电池从 Fold 3沿用至今，20W 有线加室外无线充电，在2015年已经严重落后了。中度使用可能需要1天2充，这对折叠屏主力机来说是一个硬伤。还有就是价格因素了，Z Fold 7在国内起售价是13999元，对比 vivo 的6999和荣耀的8999，实在是缺乏竞争力。我们也顺便看了一下同期发布的 Z Flip 7，很遗憾它已经没有电了啊，打不开。不过厚度上我们觉得没有特别惊艳之处，就先不看了。今天就到这里，对有帮助的话给我们点关注。我们购买的华为 Pure 80 Ultra 几经辗转，终于到达新西兰了。我们也会在近期开始对它的测试，这个界面不会太远，不见不散啦。